那是一方由无数星光凝成的世界，光洁如镜，踏上去仿若步入了一个由光和影交织的梦境，云雾缭绕，光影变幻，每一瞬都似永恒。金地天盟主他们感觉自身仿佛站在了9天银河的最高点，俯瞰着一切众生。这里不同于任何凡间的景色，天空不再是单一的颜色，而是有9彩神光交织而成，如梦似幻。在那遥远的天边，9彩神光如绚烂的彩带交织，每一道色彩都是代表着9天10地中的一方神秘天宇。可以说9天10地拥有着9层天宇世界，而且每一层天宇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颜色和层次，每一层天宇都是无比辽阔，仿佛是无穷无尽的蓝色海洋，却又比最深邃的海洋更加深不可测。云彩像是被施了魔法，变幻莫测，它们在空中飘舞，时而凝聚成壮丽的宫殿，时而又化作腾飞的神兽。9大神祭司静静地立于众人之前，他们的目光穿透云层，望向更远的天际。然后他们缓缓地抬手，一道光芒从他们的法杖中绽放，向整个9天10地扩散了开来。光芒所过之处，万物静默，时间似乎凝固。金地天盟主和其世间副盟主屏息凝视，等待着即将揭晓的震撼神秘。就在这片寂静中，一扇光之门缓缓开启，这扇门就是通往9天10地的入口。风神祭司的声音在空旷的空间中回荡：盟主大人，进入这入口，前方就是9天银河的核心9天10地。风神祭司的脸上浮现出庄严的神情，他缓缓地抬起手，指向那扇门。那扇门乃是由9道光芒逐渐凝聚，化为一座巍峨的神门。神门周围环绕着9道流光，每一道流光乃是连接着9个不同层次的天宇入口。然而仅仅还在9天10地的入口，金地天盟主和其副盟主9感到自己体内的力量在疯狂涌动，与这9天10地中的能量产生了一丝共鸣。9天10地，这是神明的领域，虽然金地天并不是第一次来，但是他还是感到十分的震撼。神明的实力深不可测，就连这个9天银河都是给人一种无比震撼之感，宛如天外来物。话音刚落，9大神祭司9带着金地天盟主和9位副盟主踏入9天10地的入口中。进入9天10地之中，9大神祭司与金地天盟主以及9位副盟主的身影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在其中穿梭，仿佛正在跨一个时代一般。由于这一次他们的伤势并非寻常伤势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各个脸上都写满了疲惫与痛楚。如果是一些寻常的伤势，他们还可以利用自身的修为让其慢慢的恢复，但是他们在那神秘国度中受的伤并不能以自身的修为将其治愈，并且身上的伤痛比起寻常的伤势更为痛苦。即便他们已经催动半道神力和造化神力，也都无法将其化解那种奇特的伤痛，并且9位副盟主的半道心都处于碎裂的边缘。而金地天盟主此次见神明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神明的救治，既然他能够知道神秘国度的存在，并且还提前做出了准备，那么他们所受的伤势一定也只有神明能够救治。他们穿过漫长的通道，仿佛在其中穿越了时间一般，他们的呼吸变得急促，各自的神力在体内涌动，试图在见到神明之前能够暂时抵御伤势的加重。不知道过了多久的时间，终于一道光亮出现在了他们视线的尽头。随着他们的脚步临近，那光亮变得越来越耀眼。当他们穿越那道耀眼的光亮中后，他们置身于一个全新的天宇世界，这里的景象让他们瞬间忘记了身上的疼痛。眼前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天地，天空如熔金般流淌，绚烂至极，深邃而又透明。无数星辰如古老编钟上的音符，缓缓流转，演奏出这方天宇的深沉乐章，仿佛在诉说着神明的传说。四周高耸的建筑如同通往云端的阶梯，它们的表面犹如精雕细琢的宝石，反射出刺眼的光芒，宛若梦境中的幻影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神秘而庄严的气息，仿佛能洗涤心灵的尘埃，让人不由自主地屏息凝神。在这片天宇的天际，一轮巨大的神日悬挂，它并非炽热的太阳，而是散发着温和又强大的独特能量，为这片天宇灌注了无穷的生命力。这轮神日是这片天宇的核心所在，它以独特的能量滋养着天宇中的万物。换一句话说，没有这轮神日，就没有这片天宇世界。神日散发出的能量，使每一个踏入此地的神灵都能感受到无形力量的涌动，就仿佛获得了新生。如果一直沐浴在神日之光下的神灵们，他们都会获得生命的净化，力量的升华。尽管在这广袤的天地中充满了生机与活力，但那份庄严与肃穆却如同金色天空中的星辰，永远闪烁着不灭的光辉。在这片神圣的天宇世界，空间变得无限，只有那金色的天际线如同永恒的时间长河。盟主大人，现在你们的伤势是否有所好转了？在金地天盟主和其副盟主在震撼间，风神祭司的声音在他们的耳边缓缓响起。好像的确好一点了。从刚刚他们进入这片天宇的那一刻，他们身上的伤势似乎被其中强大独特的生命气息所笼罩，让其减轻了伤痛。那就好，看来你们的伤势想要彻底的治愈，就要神明大人出手帮忙了。风神祭司此刻也明白了，盟主他们所受的伤势恐怕只有神明大人出手。
或许是这片天宇中的独特生命气息的缘故，竟是让已经昏迷的8位副盟主恢复了自己的意识。他们缓缓地睁开疲惫的眼睛，在看到他们眼前完全都没有见过的景色时，顿时让得他们坐了起来。这里是？艾家副盟主带着无比疑惑的语气喃喃出声，因为这里他们根本就没有来过。看见8位副盟主逐渐的清醒，7副盟主也稍有震惊，这里所弥漫的生命气息竟然如此强大，即便是一些高品级的神品丹药也无法有这样的功效。你们醒了，这里是天都之上9天10地那位神明的领域。7副盟主为刚刚清醒过来的8位副盟主解释道：9天10地，神明的领域。随着8位副盟主的意识完全的清醒，缓缓地站起身子，目光扫荡四周。当他们抬头看向遥远天际上的那一轮巨大的神日时，他们身上的伤痛也开始逐渐的消失，并且就连即将碎裂的半道心，也以一种让他们难以置信下，逐渐的恢复着。我们的伤势似乎在不知不觉地治愈着。秦墨副盟主也在第一时间发现了这一点，没想到他们的天都之上还有这样一个天宇世界，仿佛一切万物只要存在于这片天宇世界中都会复苏一般，无比的神奇。此时，在那遥远的天际，一座座天山如巨龙般蜿蜒起伏，云雾缭绕，神秘莫测。天山之巅有一条绚丽的小银河，似乎撕裂了苍穹，从9天之上倾泻而下，其声势浩大，如同万马奔腾。银河之水撞击在天山之腰，激荡出无数璀璨的水花，犹如繁星落入人间，绚烂夺目。然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，那天山之巅被一层神秘的金色光环所笼罩，光芒闪耀，仿佛是神明的居住之所，亦是神迹，神圣而不可侵犯。在这光环之中，还有一圈巨大的金色光晕在缓缓流转，散发出神圣而又庄严的气息，令人不由自主地生出顶礼膜拜之心。在这神圣壮丽的景象面前，金地天盟主和9位副盟主皆是目瞪口呆，心中涌动着难以言表的震撼。欢迎来到神明的王国！突然，一道庄严而神圣的声音，如同天外来音，自天山之巅传来，响彻这片天宇，回荡在金地天盟主和9位副盟主的心中，让他们在震惊之中更添几分敬畏。这道声音中蕴含着崇高至上的威严与智慧，仿佛能洞悉世间一切的真理，更是可以洗涤他们的心灵，让人心生敬畏，同时也带给人一种莫名的感觉。在这一刻，周围的一切都静止了，只有那道声音在这片天宇中回荡，久久不肯散去。而在天山之巅，金色的光环似乎在回应着那道声音，光芒愈加耀眼，犹如太阳的光辉在山巅跳跃，让天山之巅更加显得不可侵犯。金地天盟主和9位副盟主们纷纷低下头，双手合十，以示对这神明的恭敬行礼。金地天见过神明。在面对这位神明时，即便是造化主神实力的金地天盟主都得毕恭毕敬，毕竟神明的力量他是有目共睹，能够将他们从那道神秘国度中解救出来，就足以证明了这位神明的实力，怕是都在自己之上了。虽然他们之间是有着双方一致所定下的规矩，盟主是神器联盟最高掌权者的存在，与神明之间似乎平起平坐，但是这也只是明面上意义上罢了。而真正意义上，这位神明乃是比盟主拥有更强大的实力，乃是神器联盟背后的那位大人物，真正的掌控者。神器联盟的盟主与这位背后的大人物之间的关系，除了他们2人知晓外，任何人都不知道。即便是9位副盟主也愣在了原地。在他们的心中，他们的盟主大人乃是神器联盟的最高掌权者，然而真正掌控神器联盟命脉的乃是这位一直不曾露面过的神明大人。之前他们这些副盟主还与神明大人的下属9大神祭司有着不友好的摩擦，现在知晓了有如此恐怖的一位神明大人存在后，这9位副盟主此时恨不得自己挖个洞自己钻下去。不过好在9大神祭司并没有因为之前他们双方有着一些不友好的摩擦，从而对9位副盟主进行报复。现在的9位副盟主内心只想与9大神祭司搞好关系，以免让那位神明大人一怒之下将他们一巴掌拍死。我们乃神器联盟的9大副盟主，见过神明大人。为了在这位神明大人的面前有着好印象，9大副盟主无比的恭敬，并且跪拜行礼。毕竟在那天山之巅的神明大人，就算是盟主大人见了都得弯腰恭敬，可想而知神明大人的含金量是多么的恐怖和深不可测。9大神祭司见到一直与他们不合群的9位副盟主，现在在神明大人面前如此毕恭毕敬的模样，还真的少见。不过他们也只是感到一时的吃惊，并没有说什么话。我要的东西都顺利带出来了吗？天山之巅，神明的声音再度响起。虽然他们都还没看见对方的容貌，但只听见神明的神圣之声，就感觉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笼罩，使得他们的精神都无比的紧绷。